大家好，上次呢我做过一个视频，是讲关于 ITN 的常见问题，以及用 ITN 申请美国银行卡是可以办到的啊。那么有很多网友在下面评论，有些评论呢我当时没有回答很仔细啊，这边的话再回答一下。包括我最近呢也跟一位美国的专门做这一行的朋友也联系过了，我们打过视频电话了交流了很多我也学习了很多，我自己呢也去查阅了很多资料那我对 ITN 的话这个理解会更深一步首先的话讲一讲这个 ITN 是什么东西，有和没有什么区别那很多人的话会想如果说我有了 ITN 会不会说我的纳税义务或者说身份改变这的首先我们说 ITN 是什么东西 ？ITN 就是一个税号没有什么用的，就是税号，就是报税用的。有些地方他会经常告诉你ITN 可以代替 SSN 使用那仅限于在这个表格填写的时候你没有 SSN 填写，那你只能填 ITN。比如说PayPal 最近改版了，他要你提供这个税务身份，因为呢美国出了一个税法，你销售600多美金以上他就要开始报税比如说你卖个二手货这都叫报税，那跟以前的税法不一样所以说呢他现在必须要有 SSN 或者 ITN 才可以让你继续使用否则他就给你直接扣25%税。那所以说呢你有 ITN 的话，你就根本不能享受任何的跟他们美国本地人有 SSN 的社保福利那你也不能享受什么税务减免这种情况。当然的话也有例外情况例外情况的话，基本上的话除非你这个小孩子是美国公民，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的。所以呢简单来说ITN 的话就是报税用你有 ITN 和没有 ITN 你还是你不会改变你的任何身份有一个网友问我在我之前留言，他说请问申请 ITN 后缴的税率会跟之前不同吗？美国人跟非美国人缴的税差距很大那美国纳税人包括美国公民、美国的绿卡包括美国实际居住测试的居民因为在美国实际比如说你一年当中待了183天以上，说实话这种的话你就算美国税务居民了虽然说你没有身份也算美国税务居民了。那这种情况你就有纳税义务如果说你既有纳税义务又有 SSN 号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退税和其他的社保福利。当然呢美国人税的是交的比较高的那他们税的话也分不同类型按照我们来讲起来的话，就是说你在正常公司上班，那么你交那个税稍微低一点如果说你是劳务性质的劳动跟劳务是不一样的正常劳动的话就在一个公司长期上班，那叫劳动那如果说你偶尔打零工，或者说开Uber 车，或者开滴滴打车这种软件送外卖这种就属于劳务收入我觉得中国税务其实跟那个美国税务都很像那个美国叫 W2 和1099那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么美国人的税务是很高的如果说你有 ITN 之后交的税跟以前是一样的但是有种区别如果说万一某一天他把你扣税按照美国人扣走了这个时候你要证明自己不是美国人，那么你申请个 ITN 跟他说我不是美国人，我的身份也认证过了。 ITN 的是有当身份认证一条，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嘛，就可以当身份凭证的嘛。那这样的他知道你不是美国人那么你是外国人，这样的话他的把一些税给你扣回来，对吧？退回来。但是我自己实际碰到的情况比如说我现在收到这种证券公司银行银行会产生利息嘛，证券的话可能分红虽然说这种钱都不是很大但是我没有 ITN 的话，上面也可以填写 FTRN 这个可以代替的。如果说你有 ITN 的话，你必须要填写这个 ITN 它上面写的还有一个网友问如果取得 ITN 后是否在电商通过 Shopify 通过美国区 PayPal 收款取得的每一笔收入都是要交税的？哪怕人在中国通过 PayPal 收款的话， PayPal 现在美区 PayPal 的话是必须让你填写 SSN 或者 ITN 的否则的你超过600美元以上的话你扣25%，你收得了吗？收不了的像 PayPal 这种情况的话，它是强制要求你有 ITN 但是我碰到的这种券商银行它没有强制我一定要有 ITN 号所以说呢 PayPal 这个问题呢今年改了嘛，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你用 PayPal 收款的话，那你就真的要办一个 ITN 号。至于交税的问题，你有了 ITN 号，你还是你中国人那么这样的话，你还是走 W8按照中美税务协定去算这个纳税一般来说只有0%、10%区别版税收入我记得是10%包括这种
被动收入啊，这种银行利息证券分红也是10%销售收入的话应该是0%吧。那再说一下既然税率一样为什么还要申请 ITN？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话，有和没有真的是一样的只是说官网的描述，它下面他说我需要 ITN 嘛上面第一条你没有 SSN， 那么也没有资格获得但是呢又要求你必须要提供或者说申报联邦报税表那就刚才很有力的一个说明，就是你有美国 PayPal 那么美国 PayPal 的他要求你提供这个时候你就有理由去申请了，对不对？第三个，你属于下面几个类别那么你刚好属于这个 A 类的别需要申报美国税表的非居民外国人，对吧？我记得我之前在官网上 IRS 官网上看到过，他举了个例子他就是说呢，举是一个，比如说你是外国人，在美国投资买房了，在卖房了这种情况的话，他说建议你申请 ITN 申报这个税。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申请 ITN 呢？就刚才我说的大部分情况比如说银行证券基本上我都没碰到强制要你 ITN 的，只有碰到 PayPal 他强制要 ITN。那这种情况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申请呢？那部分人的话是产生美国收入被要求了，就像刚才那个电商的朋友PayPal 收款的话，那你这个要申请还有大部分人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做电商的嘛那还有很多人特别是今年或跟去年，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办美国银行卡路子呢慢慢也在流传起来很多人的话都是为了办美国银行卡的。所以说呢我有一个朋友，刚才说的朋友，在美国那个朋友他说今年申请的人特别多所以说呢就对我来说我认为就两种人，一种就是做电商的人，一种就是做这个办美国银行卡的人玩卡的人。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你可以出一期申请到 ITN 后如何维护和更新 ITN， 每年还需要做什么来维护，还是说什么都不用管呢？刚好我上次也问了朋友他说是这样子的，如果说 ITN 发给你的话，一般来说是3年有效期当然也有5年的，也有10年的，一般来说99%的人都是3年有效期。那3年有效期发给你比如说你3年内都没有报税过等于说我今年有收入和明年没有收入不做电商的那这种情况3年之后自动过期，对吧？那如果说你每一年都报税的话，那自动在续期了，明白吗？它还是在有效的。至于报税的话，其实你有了这个 ITN 号之后你可以在官网上注册一下，你自己可以申报。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就是 ITN 有没有坏处会不会对签证有影响很多朋友呢，那一个的比如说他想玩美国信用卡又申请不到美国签证我也跟我朋友讨论了一下我朋友这样跟我说的其实在美国有很多这种非法移民嘛其实这些非法移民有些产生收入的话，相当于说实话他又没有身份，如果他没有 SN 他没法报税的话，那其实说实话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那所以说 RIS 他为了这个税收缺口补上给你 ITN 号，他不会分享你的信息给这种移民局把你递解所以说他不会分享这个信息的那等于说对签证的话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产生的问题的话，那如果说你报税乱报，或者说有欺诈嫌疑，那这种情况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单纯来讲你有 ITN 号，那是对你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ITN 的好处吧。有了 ITN 之后比如说你人在中国，那么你可以有一些银行在网上是可以申请通过 ITN 申请办到美国的这个 checking 账户银行账户，甚至呢也可以办美国押金信用卡的。你在消费使用还款然后这样的话你正常积累的美国信用分之后呢，你再可以去申请这高级别的信用卡比如说万豪、希尔顿美国运通这种因为这种卡呢，在美国这种卡片嘛，它说实话你消费累积的里程或者积分特别划算而且它特别还会有 offer给你特别的优惠反正是划算嘛。那个这种以前我也曾经找人帮我代订过一个酒店，比如说这个酒店嘛，可能就花了没多少钱但是呢他送个$100的这种餐饮券。所以说呢在网上也有一些人有了美国信用卡之后美国运通这种高级别卡之后呢，在淘宝上或者说什么网上旁边做代订酒店也有可能你住一晚酒店的话花1000块钱，你还赠送了$100的美金的券可以吃饭用，也可以做 SPA 用那么还有一个好处我也
找了确认身份用啊。确认身份的话，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干嘛啊。那就是有一点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非美国居民啊，就离旅游签证过去美国，待时间比较长，他寻思着去考个美国驾照。那么美国驾照是可以考的啊，在他那个州是可以考的，但是他考的时候呢，要求确认他的身份啊，比如说要让出生证，出生证还得公证过啊。当时他就找了某个电商平台吧，找个出生公证了一下的，再寄过到美国来啊，再把驾照考了。那如果说你跟他不一样，你有了这个 ITN， 你这个直接可以当成身份证明用啊，你就不用去找什么出生公证了，就这明白吧？还有一个隐藏优惠的，针对这种比如说你的小孩是美国公民啊，他有 SSN 啊，这个时候的话，你只有 ITN， 你不是美国的什么税务居民啊或纳税居民啊，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申请一个儿童税收减免啊。当然的话，这种前提的话是你在美国产生的收入，刚好你小孩子呢是美国公民或者说美国的，反正有 SN 的啊，你就可以申请这个税务减免。现在来说一下啊，如何自己去办理这个 ITN 号啊。首先的话，我们看这个官网啊，这个很简单，它本身就有中文简体的，中文繁体都有啊。这边的话，它这边旁边有刊物啊，表格 W7。首先的话，必须你要有这个 W7 表格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W7 表格怎么样的。点进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就是 ITN 的申请表，叫 W7 啊，就这么简单，是9位数的啊。申请表格是长这样子的啊。这边的话还明确告诉你了一些之前也说的问题，你没有 SN 号却要报税啊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你有 SN 号的话，你千万不要填这个表啊。这边有勾选理由啊，你申请这个 ITN 号啊，理由是什么 ？A B C D E F G。这边的话还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的话，一般来说默认的话，我们都去勾选 A 啊，就是申请一个税务协定的优惠嘛啊。那如果说申请 B 这种的话，它是联邦啊，就是退税啊，你是外国人，非居民的外国人申请一个联邦退税啊。下面的话很多都是跟这种美国公民、美国居民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是美国居民的一个配偶啊、子女啊这个啊，或者说呢你是美国这个实际居住测试的居民啊。那下面的话不看了啊，再往下看这个表格的话，就填写这个名字啊，下面写申请人的邮寄地址啊，这是一个外国地址啊，还特别括号里面写的是非美国地址啊，出生信息、其他信息在这边签名啊。下面的话，这边的话，这个是代理人填写啊。那么填写这个表格的其实有几种方式啊，上次我也说过啊，你如果说你想完全免费的话，那你就跑到美国去啊，找 TAC 啊 ，TAC 有一个就是税务协助中心嘛。那这个的话地方你是可以完全可以免费申请的。如果说你没办法自己免费申请那么你就找 CAA 国内一些代理人或者说美国一些代理人，这个的话全球都可以用啊。代理人的话就是可以帮你填写，这个的话是 W7 表格的一些说明是英文版的。如果说你看不懂的话，你可以把它翻译一下我到时候把链接贴在下面。还有这个刊物的话是1915刊物这个我已经翻译成中文了这个的你也可以看一下本身的话它是英文的，这边写的非常详细那关于如果说你有了 ITN 号你要申请一个在线自助工具叫 ID 点 me 的技术提供身份验证和登录服务那么你如果说他这边说我有一个 ITN 我可以创建一个账户吗？是可以的那么你可以做这个 SRS 的服务。关于申请的话，如果说你自己不会申请，你又没法去美国，对不对如果说去美国的话，你可以完全免费申请那有种情况就也可以提供在线平台把这个平台链接也放在下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平台比如说你在这个网站里面搜索这种 ITN 就出来很多这种服务商那么服务商的话，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包括中国人也有那这个情况的话看你自己了如果说为了怕避免你的 ITN 号到时候再申请美国的银行卡万一如果说都是中国人呢，我怕会被关联那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个办法但是当然的话，我发现也有一些朋友的话，可能在网上找别人那如果说你通过平台购物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点虽然说这个公司它会抽提成，抽卖家的提成不是抽你的提成。那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有保障一点我再推荐一家也就是刚才我视频开头说的，跟我视频聊天那个朋友他们家是有这个网站的这个链接呢我会放下面他呢
其实不是主要做 ITIN 号的啊，它主要是做 ERN 号。什么叫 ERN 号呢？比如说刚才一个朋友问我这个跨境电商的问题 ，Shopify 啊跟美国 PayPal 问题啊，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就非常建议啊跨境电商的朋友去申请啊。那你申请一个 ERN， 就是在美国注册一家公司啊，而且他们公司自己所在地方就在特拉华啊，所以说呢，你申请的美国公司，你获得 ERN 号，你再申请一个 ITIN 号啊，这样的话全套服务啊。他这边的话还可以协助你啊，就帮你获得一个美国银行账户啊，报税、开通这个 PayPal 和条纹支付啊。点进来之后呢，是这样子的啊，他这边的话提供了不少的服务啊，比如说美国银行账户的咨询啊，他提供的美国银行账户跟我之前提到那些申请 ITIN 办美国银行卡的朋友啊不太一样，因为他提供的那些银行的话，基本上呢不太在中国华人圈啊这个交流群里面的话流行的这种银行啊。还有的话，关于 PayPal 跟 Stripe 的这个咨询在线完成啊，那包括这个 ITIN 的信到时候的他会给你拍照片的，你只要用那个号码就行了。这边有一条啊，100%快速申请啊，没有任何的隐藏费用吧啊，他跟我说他申请是很快的，比如说今天你弄好的话，他就是2天之内弄好，不拖延时间的啊。另外的话，就 LLC 就有限公司注册啊，包括这个雇主号码、这个商业地址啊，这边可以勾选啊。另外的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服务啊，当然有加急也有便宜的啊。那比如说下面如果说你需要这个美国的手机卡啊，他们也可以提供服务啊，等于说他们是全套服务了啊，专门针对这种你从公司申请到 ITIN 到美国银行账户到这个手机卡一条龙的服务啊。比如说我现在选择了这个 ITIN 跟这个美国公司注册啊，一共是$600多啊。那这边有个优惠代码的话，你可以输入我的小浪啊。好，然后再点击这个 apply 啊，这边的话可以优惠50块钱啊，变成596，等于说3000多块钱，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美国的公司加上这个 ITIN 的个人税号啊，然后地址你也不用管了啊。然后呢，之后你每年的公司报税的话啊，基本上大概$100多吧。他跟我说过啊，包括他们公司的，你找他们公司注册的公司的话，如果说你的公司收到什么邮件啊、传真啊之类的啊、信件啊，他是可以完全免费的帮你上传给你啊，不收任何费用的啊。不像有些公司注册很便宜，但是当你的公司收到一封信的时候就要问你要钱啊，这个的话比较好弄。还有的话，就他们公司呢现在也在招这种中文雇员啊，包括他自己本人的话，他也会说一些中文啊，但是说的不是非常流利啊。如果说你说的慢一点的话，他能沟通。那如果说真的你要咨询问题的话，咨询关于美国银行的问题啊，其实你可以问他一下啊。好吧，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包括这个网站的话，其实做了很久了，你可以看到啊，他们20年就开始做了啊，所以说呢，他们做的这个经验啊，已经现在的话，目前已经说3年了啊。包括这位朋友的话，他曾经在中国读过书啊，所以说呢，沟通起来的话，你既可以用英语，也可以用中文啊，但中文的话，他最近很久没有讲了啊。